青春不曾放假，不同经历学习茁壮成长。有时眼泪要和笑容说话，吵闹对着温馨牵挂。人性的真善美，让梦想伟大。我们等你把爱散发，真情照亮四方，就尽情欢唱，歌颂友谊不间断。感情的种子在年月里发芽，每段旅程都有它的代价。今天看树上开满希望的花，明天甜美果子都挂满枝桠。人性的真善美，让梦想伟大。我们等你把爱散发，真情照亮四方，就尽情欢唱，歌颂友谊不间断。我不去了，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，不会吃日本餐，也不会讲日本话，又没认识什么人，一想到就怕。来，多吃。谢爸。慢慢吃，不够再叫。妈，我们一起去日本好不好？我真的很喜欢日本。那你要好好念书，才会有机会到日本留学。国安，很不错，进步很多了。校长，不好意思，又要你再走一趟了。别那么说，就算你不找我，我也会来看你的。到底什么事啊？我想托你帮我找一份工作。怎么突然间要找工作？俊良拒绝了那份奖学金的事，你应该听说了吧？他说他不喜欢日本，他想要自修。我觉得这不是主要的原因啊。我想他是担心费用的问题。这些都是借口。其实，到日本学画，一直都是俊良的梦想。他是放心不下我，才说不想去日本的。所以你要找份工作，证明给他看你能照顾自己，让他放心，是不是？只有这样，他才没有后顾之忧。你还需要找什么工作？直接回来亮星帮我继续当你的训导主任就行了。可是我现在这个样子，还能胜任吗？怎么不能？你知道吗？现在大宝暂代你的职务，学生根本都不怕他，变得越来越难管教。你跟大宝比，胜任有余啊！校长，你太看得起我了。我现在必须坐轮椅，回去还不是让那些学生捉弄我？况且我一向都不受他们欢迎，他们甚至在我背后叫我坐马桶。这些我都知道。看看吧。其实还有很多学生想念你的。当了这么多年的老师，总算没有白当。你知道吗？最近还来了一个很顽劣的学生，搞了一大堆事情，大宝根本管不住他，还把燕斌害得很惨呢。还是回来帮我吧，妈。你真的对我有信心啊？我不会看错人的。
么了，凯宾？你不喜欢画画吗？这是你的爸爸妈妈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继续画。我不要。为什么不要？你画的这么好。来，我们拿一张新的画纸，重新画过。我不喜欢画人，那你喜欢画什么啊？我喜欢画猫。画猫，好啊，很容易啊。你已经帮我画了猫的眼睛，那我变个魔法给你看。老师，我也会画。好啊，你一定会画的比我好的。来。那个是我的孩子，他很坏蛋的，谁的话他都不听。小孩都是这样的。那个老师看起来很年轻哦，都没有想到竟然还管得住他哎。同学们，下课了。妈咪，你看我画的猫。哇，考比你好厉害呀，好可爱的猫啊，看多可爱。爸，怎么突然跑来了？听你说在教小孩画画，一直很想过来看看。那你觉得我教的怎样？如果你妈看得到，她现在应该很放心了。爸，对不起。怎么突然跟我说对不起了？其实妈的死是一场意外，不是你的错。我以前那样对你，你会不会怪我？傻孩子，爸怎么会怪你呢？爸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不晓得有多开心呢。只是，爸对你不敢接受挑战这件事，真的感到很失望。什么挑战啊？我要你到日本去学漫画，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。爸，我已经说了，我不喜欢日本。不要再骗我了，你是担心我照顾不了自己？你认为我是个窝囊废，没有你我活不下去是吗？不是的，爸。来，我证明给你看，你连跑都跑不过我。看到前面那个白色的亭子吗？那就是终点。我数到3，我们马上开始。爸。1、2、3。爸，爸，爸，爸。爸，没事吧？站住！不要扶我！爸，让我帮你吧。我不必你帮。看到了吗？我自己跌倒，自己会爬起来。你呢？难道要我带着你，你才敢去日本学画吗？不是的，爸。校长一定答应让我复职，你不必担心我，你只要照顾好自己就行了。爸，爸，谢谢你。傻孩子。人性的真善美，让梦想伟大。我们等你把爱散发。Mr. Gay 是谁？是有一点不清楚。哒啦！你在讲 Mr. Go 是 gay？我可没这么说 ，OK？那脚水是什么意思？
这你还不懂啊？只有一腿啦！马桶来了。什么马桶？我拿马桶饭桶。你们去哪里？你就是那个新来的学生 Alex， 你认识我啊？听校长提起过你，那应该没什么好话吧？知道就好。擦掉。又不是我画的，为什么要我擦？跟我来。看你推的那么辛苦，我来帮你好了。不必了。老师说过，看见残废的人就要上前帮忙。我不是残疾人士，我说不必就不必。Alex， 既然转来这里，就应该好好学习，别整天惹是生非，伤父母的心。你要干嘛？主任，小心！哇，主任谁呀？我。坐轮椅不等于残废，要不要再来一次？让开，让开！主任来了，让开，让开！主任好，主任。好，大家好。清华，别这样。哦，主任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是，大家好。哎，小恩，你好像变胖喽。哪有？有吗？这里啊，这里啊。跟你开玩笑的，你这个年纪胖一点才好看。真的吗？主任，我们都很想念你耶。对啊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想念洗马桶是吗？不是。主任你回来啦。啊，哎，哲熙，你在这里干嘛？哦，我选修餐饮服务，现在在实习。好啊，我们当顾客。好，主任你要喝什么？我帮你拿。好，既然是实习，就要好好支持一下。给我咖啡吧。我要可乐。行，马上来。好。那我们先走。好，再见。拜拜，再见。主任，对不起，都是我把你害成这样。万一你以后都站不起来，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。算了吧，那是一场意外，也不能全怪你。只要以后你好好做人，不要再恶作剧就好了。我保证，我以后都不敢了。那就好。主任，你真的很乐观，我很佩服你。如果我爸能像你这样就好了。我听校长说了，你爸现在怎么样了？自从他的脚被切去之后，就整天躺在床上，什么也不会做，只会骂我。早一天我上你家找他谈谈吧。谢谢主任。Mr. Go， 怎么了？你可以过来帮我一下吗？我的拉链好像坏了。我帮你看看。好了，你再拉下来试试看。哦，可以了，谢谢 Mr. Go。
干嘛？不敢来啊？还要等那么久？我要的证据搞定了没有？我本来是要拍的，但是后来什么？后来手机突然没有电。哇哦，很巧哦。你是在骗我？没有，哪里敢骗你？这没用的家伙！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对付 Mr. Go？ 他人这么好。好个屁啦！就你们这种笨蛋才会给他骗。竟然拍不到，就算了咯。真的吗？你是直接去找校长，说 Mr. Go 非礼你。你要我骗校长？干嘛？不可能。那我只好把你偷拍女同学底裤的事情告诉校长喽。你是没拍到证据，可是我有啊。哎，校长，你有空吗？有件事情我想跟你说。好，请说。不知道是不是，也不知道该不该说。不说又怕对不起学生，说了万一不是，又不好。那你回去想想，要不要跟我说？等你决定跟我说之后，明天再跟我说。好吧。副校长，走吧，走了。上车吧。哇！你们越来越明目张胆啊，公然一起上下班，啊，不怕人家说闲话？我们男为娶，女为嫁，谁会说我们闲话？哦，我看会说闲话的应该是你吧？好了，我送你一程吧。不必啦，我是不会领你的情的。你抢走我的女朋友，我是不会原谅你的。上车了。你在车里等我一下，我很快回来。安格丽玛，我看你魂不守舍的，我看你还是告诉我发生什么事吧。真的要我说？说吧。不知道是不是我太多心了。休息的时候，我看到丽达和 Mr. Go 他们在厕所里鬼鬼祟祟的。人性的真善美，让梦想伟大。我们等你把爱散发。人性的真善美，让梦想伟大。我们等你把爱散发。哎，丽蕾，你没事吧？有点晕，还撑得住吗？不行啊，我怕我晕倒，叫小奥挺上去吧。我不行的，如果怕我上场的话，会害你们输的。小何，对自己有信心，我们都支持你。给自己一个机会，试试看吧。依琳，你真的不行吗？我是真的很不舒服。小何，不要再逼依琳了，等下她真的晕倒怎么办啊？哎呀，我们还是退出啦。啊。好了，我参加就是了。快点，走啦！快点了，走啦！依琳，是不是还很晕？要不要我带你去看医生？你还看不出来啊？他们是串通好骗小何的。还是 Mr. Go 聪明，不这样的话，小奥怎么可能会上场呢？你们真的是用心良苦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了我们的明日除星大比拼复赛。那比赛计时开始。文胜啊，我们就按照上次我们所说的步骤，一步一步去做，一定可以的。小何，
拿住！你拿这包菜，一片一片的撕下来，放在那里。你做得到的。你可以的。小何，小何，加油！小何，你可以的，加油！小何。现在又到了我们最紧张的时刻了。究竟今天的复赛拿手美食中，哪一道菜会脱颖而出呢？获得我们评判的青睐。而当初凭着全蛋餐创意十足胜出的亮星队，今天又会亮出什么拿手美食呢？这就是你们的拿手美食啊！每个吃过这道菜的人呐，都赞不绝口啊！好，现在让我们有请我们的评判上来评分吧，请。这组 out 啊？为什么啊？这次参赛主题是色香味俱全的拿手美食，你们呈现的食物没有卖相，不能激起别人想吃的欲望，根本称不上是美食。你连吃都没吃，怎么知道我们的包菜不是美食啊？下一组。哎，这不公平啊！不公平啊！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我连累了大家，害你们输。不关你的事，是我煮的不好。不是啊，我觉得很好吃，外面卖的更好吃。其实味道真的不错。正南也真奇怪，尝都不尝就直接判我们出局。他这么做一定有原因。他说我们的菜没有卖相，原来不止人家长得好看，食物也不例外。这世界就这么现实的，像我们这种人呐，注定被人家看不起，连煮出来的菜都被人家嫌不好看。那可不一定。同样是炒包菜，如果只能买一份，我的跟你的摆在一起，你会选哪一个？当然是你的啦。这不公平，你是专业厨师，他不是，怎么比啊？你们不也一样？还没吃就已经定出胜负了，不然你们试试看吧。专业厨师煮出来的食物是有它一定的水准，却不一定是最好的。其实各有千秋。严格来说，我的包菜只是胜在佐料和配搭。如果单单只炒包菜，我赢不了文胜。你不用安慰我们，人都是先入为主的，很多时候第一眼就定输赢了。你们一定要记住，食物不只是填饱肚子，还要引起食欲。说得对，如果我的菜在家吃还没关系，如果要拿出来卖的话，一定要有卖相。所以就算煮得再好，如果没有人吃也没有用。没错。是，现在说这么多也没有用啊，我们都已经输了。这么重要的一点，你为什么不在比赛前提醒我们？没办法，我是评审，一定要公正，不方便说。你们也别太失望，之后还有一个翻身的 PK 赛，到时再努力就行了。哇，那太好了！耶，还要比赛啊？那当然，我们要一起翻身进决赛，上电视，一起加油！一起加油！正南，谢谢你，谢我什么？你真的帮了我们很多。你知道吗？助人为快乐之本，原来是真的。我一直以为是我在帮助他们，后来才发现，原来我从中得到的，比我付出的更多。那就好，我还以为你是为了我，那就不太好了。为什么？我不想欠你太多。如果我说，有一半原因是因为你呢？你就是爱开玩笑。我想我是该走了，再见。再见。
丽达，校长。丽达，进来办公室。哦。Uncle Lim 跟我说，你跟 Mr. Go 那天在厕所里，好像发生了事，是吗？我别怕，照实说。我那天在上厕所的时候 ，Mr. Go 就突然走进来，走到我旁边，然后呢？然后他就是看着我那里，我被看到很不舒服，我就想要赶快拉链。谁知道 Mr. Go 就突然伸手说要帮我。你说的是事实吗 ？Mr. Go 对你做了什么？他摸我那里。丽达，我要你知道，这种事情非同小可。上一回就是 Jessie 搞错了，才害俊良受到不应该的惩罚。我不希望同样的事情再发生。告诉我，有就说有，没有就不能捏造。我再问你最后一次 ，Mr. Go 有没有非礼你？人性的真善美，让梦想伟大。我们等你把爱散。进来。彦斌，哎，校长，方便聊几句吗？当然没问题。是公事还是私事？都有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有学生说你非礼了他。你说什么？是谁？郑丽达。如果只是他的一面之词，我还不相信。可是安格林说他看到你跟他鬼鬼祟祟的走出来，我想听你的解释。我想起来了，那天我上厕所的时候，丽达说她的拉链坏了，叫我帮她，所以才会造成误会的。如果只是这样，那为什么他要诬赖你呢？校长，你不相信我？如果我不相信你的话，我还会坐在这里跟你慢慢聊吗？应该是有人要利用丽达来对付你。最近你有没有得罪人啊？难道是 Alex？ 有可能。你放心吧，我会调查清楚，还你个清白的。现在的学生古灵精怪，你要小心一点的啊。好吧，你忙你的。周老师，谢谢你。你终于肯跟我相认了。原来你早就认出我了。其实我也是自欺欺人，你送了这么多次考卷给我，怎么会不认得？那你为什么不一早跟我相认呢？我怕你知道我的过去，不肯录取我。你对我这么没有信心啊？你应该知道，我办学校的宗旨和做人的原则是，人生永远有第二次机会。我知道。来，请周老师吃饭。嗯。校长来了。这些人是谁啊？不知道哎。周校长，我们接获投诉，说亮星中学的辅导员假借辅导非礼拿学生，是不是真有此事？听说你以前接过收容所，是不是真的啊？你是不是知情才请他当辅导员吗？请你针对这件事情发表一下感言。校长，我想问你，
请大家听我说啊，我不知道你们接到什么密报，但是这些都不是事实。有人要抹黑我们的辅导员，我希望大家不要只相信一面之词啊。如果没有这回事，这张照片你们要怎样解释呢？我真的只是出于好意，并没有做出什么猥亵的行为。张校董，我可以以我个人的人格担保 ，Mr. Go 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情的。周校长，我是相信你的人格，可是现在人证物证都有，实在难说没有啊。照片是可以作假的，是角度问题。是啊 ，Mr. Go 在亮星当了这么多年的辅导员，从来没有这方面的投诉。我相信这一次是被人陷害的。那你们告诉我，学校这么多老师，为什么偏偏只陷害他？难道这名学生跟你有仇？没有。那就对了。我猜测他是受人指使的。有证据吗？我也希望 Mr. Go 是清白的。不过现在事情闹得这么大，媒体也大肆报道，学校的董事会必须对外界有个交代。你的意思是？为了大局着想，我建议 Mr. Go 应该停职，接受调查。我不同意。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，我是不是也应该停职接受调查呢？那你打算怎么做？给我多一点时间，我一定会调查清楚的。周校长，这件事情如果处理得不好，对学校的声誉影响很大的。对 Mr. Go 个人的声誉也是很重要的。我愿意接受张校董的提议，停止调查。彦斌，彦斌，校董怎么说啊？暂时停止调查。怎么可以这样？你先别激动，这只是暂时的安排。等事情查清楚后，我还是可以回来的。这样对你太不公平了，不懂的人还以为你真的做错了什么才被停职。谢谢你，不过我相信清者自清，我问心无愧。不行，我帮你讨一个公道。校董，我有话要说。这位是？我叫杜斯曼，他是我们学校的老师。我不赞同让 Mr. Go 停职，这样对他是一种伤害。对不起，我们已经决定了。Mr. Go 一向来全心全意地为学校和学生服务，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不会做出这样的事。你们这样做有没有顾虑到他的感受？杜老师，凡事都要讲求证据，不能意气用事的。证据是可以作假的，你想想看，换成是你，你会这么笨，让学生拍照留下证据吗？请注意你的态度。所谓天网恢恢，也可能不是第一次，他才会疏于防范的。你是什么校董？请不要侮辱 Mr. Go 的人格。斯曼，杜老师，别冲动。我有说错吗？难道你不同意我的说法？这件事关系到你的清白。好，你们要他停职，那我就辞职。如果你要辞职，请跟校长说，我不会留你的。你们都不用走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领导无方，我辞职。你也真是的，人家怎么说也是个校董。我听到他这样说彦斌，一时气不过。好了，别气了。张校董已经答应再回去跟董事局商量，从长计议。你还好意思说斯曼冲动就算了，连你也和他一样沉不住气。彦斌是被冤枉的，我当然挺他到底了。其实你们不用这么做，只要你们相信我是清白的，那就够了。彦斌说的对，你们两个呢，一定要留在学校帮他洗清嫌疑。万一董事局真的接受你们的辞职，那该怎么办啊？那也没有办法的嘛。什么没办法？这学校是你的心血，也是我们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打造出来的。如果你走了，学校怎么办？学生怎么办呢？还有你吧。如果你们都走了，我还留下来干什么？好，别泄气了啊！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找出证据，证明彦斌是清白的。彦斌，你进过收容所的事，应该没有几个人知道吧？你进过收容所？人性的真善美，让梦想伟大。我们等你把爱散发。
你怎么现在才来？不是给你面子我才来的，找我什么事？怎么办？我们把事情搞得这么大了，我听说连校长也需要辞职哎。那不是很好吗？一次过把所有人解决掉。干嘛这样看着我？你才是这件事的罪魁祸首。那些照片可以 delete 了嘛？你叫我 delete 我就 delete， 我不是很没面子。你答应过我嘞。喂 ，relax，delete 就 delete， 没什么大不了的。那 delete 了 ，OK？ 可是不要出卖我 ，OK？ 忘了告诉你，你拍的那些照片，我家里还有一份 copy， 所以如果我有事，哼，你也脱不了身。你讲话不算话，你明明和我说，如果我和校长说 Mr. Go 非礼我，你会把所有照片 delete 掉。王八蛋，就是你现在Mr. Go了，想这么多干嘛？上啊！你们想干嘛？你们想干嘛？Mr. Go 不好了 ，Mr. Go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慢慢说。志强和文正在外面打 Alex， 被警察抓了。什么？死 Alex 居然敢报警抓我们，真的是欺人太甚哎！我都还没出手啊，只是推他一下，那些记者就跑出来了。早知道就应该多打他几下，给他点教训看看。你们以为自己是在替天行道吗 ？Mr. Go， 我是帮你讨回公道啊 ！Mr. Go， 我们怀疑 Alex 陷害你啊！什么怀疑？我们亲眼看到丽达像鬼一样求 Alex 把那些东西删除掉 ，Alex 还威胁他说他家里很多 copy 耶。Mr. Go， 我们现在马上去找丽达好不好？走啊，快点问个清楚啊！够了，你们不要再这么冲动了。Mr. Go， 我们说去找他，又没说去打他。Mr. Go， 他诬赖你非礼他，搞得全世界都知道了，你怎么一点都不担心啊？一个人只要坐得正、站得直，就没什么好怕的。放心吧，这件事我自己会处理。你们还是多放点心思在烹饪比赛上，为校争光。走吧。现在怎么办 ？Alex 应该没有这么容易罢休的。那名记者很有可能也是他安排的。没想到这个孩子的心机那么深。都是我的错，如果不是为了我，他们也不会去打 Alex。我一直秉持着人生应该永远有第二次机会的理念办学校，没想到 Alex 这颗老鼠屎坏了整锅粥。我到底是不是做错了？校长，你没做错 ，Alex 只是一时糊涂，只要我们不放弃，一定能改变他的。改变是痛苦的，也需要时间。这句话是你告诉我的，你忘了？当年也就是因为你这句话，我才会走上回头路的。难怪你经常用这句话来鼓励学生。其实，你们都看错人了。我真的非礼了丽达，你让我停止吧。你以为把事情扛下来，问题就可以解决吗？我已经用我的人格担保了。如果你现在承认非礼的话，我这个校长还当得下去吗？如果你真的承认，到时候呢就不止停职那么简单了。Alex 的目的就是要逼我走，你们应该以学校为重，不是吗？亮星可以没有我这个辅导员，但是不可以没有校长和老师。这件事我会查清楚，还自己一个清白。我一定会回来的。彦斌，彦斌，我记得你说过，大海有一种魔力，能让人忘记烦恼。不管多不开心，只要被水这么一冲，就好多了。我说过的话，你都记得？只要听得到，就一定记得。不是吗？你看，大海多么辽阔，一望无际又深不见底。
面对大海，才知道自己有多么渺小，就像沧海一粟，根本不算什么。所以，要真正感受大海的魔力，不只要面对它，还要投入它的怀抱。喂，你在干什么？还在等什么？走！哎，我们在做人的衣服啊！是你说那还可以冲掉法老，我才这么做的。果然被海水一冲，心情都变得好多了。明明是我的事情，怎么搞到你心情也不好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我就是爱打抱不平。有个问题想问你，丽达的事，你从来没有怀疑过我。就算你承认，我还是相信你不会。为什么？我就是相信你不会这样做。我这辈子还没做过这么疯狂的事。你指的是穿衣服下水？不是，是从这么远走路回家。不然你想怎么样？你想搭巴士还是坐德士？我可不想弄湿别人的椅子啊。我们可以买套衣服来换啊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今天就是想走路回家。如果你累的话，你可以不用陪我了。不是说疯狂的吗？为什么还跟着啊？没办法，谁叫我的皮包在你的包包里？活该！都说我为你们开启一片天地，我说你们给我最喜欢的旅行，或许分不清，但至少我很确定，你们的笑让我变得更平静。都说我带你们音乐变换四季，我说你们给我最美丽的风景。世界太拥挤，但透过你们的眼睛，我看到我自己。原来生命可以这样连在一起，从陌生到熟悉，到最后变成了不能够分离。原来生命可以这样轻易，相互完成了彼此回忆。原来慢慢逃离早已种在心里，用心人去呼吸，不管岁月更